迭代小黄金万两，大家好，我是安德国小米啊。哎呀，现在啊，一个架子都就是那啥了啊。我自己的用完了，然后找别人，他的也用完了，然后又找了一个实体店，搞了一个架子。装电视这个架子是不是都给涨价了？发的货回不来，没有办法。不知不觉这几天的树都发芽了，就是这里来装个电视。首先看一下这个客厅的背景墙，花开富贵这种大玻璃的。首先确定它是不是钢化的，因为客户说了之前打过孔，那肯定不是钢化的，那就可以安装。他家的猫咪呢老在这个电视的后边跑，所以说要挂起来，害怕被它给撞倒了。这就是安装背景墙的时候打的这个孔，穿线的孔。电视柜呢要挪开一点，要不然碍事儿。这是一个普通款的电视挂架，挂个40寸、50寸、60寸都没有问题。量一下电视的总高度，然后确定一下位置，要把这个孔给堵上。先取出电视的中心点，从中心点向下找出电视的底边，这就是底边大概的位置。现在我们把电视背面的2个挂架给它拧上去。这个挂架的上下调节范围还是挺大的。拧螺丝的时候呢，尽量用手拽着这个架子。拧完螺丝以后，保证2个架子高度一致。现在我们把架子挂上去，量尺寸，就从电视的底边到挂架的底边12公分。用电视的总高度中分以后，找出电视的底边，然后我们从底边向上量12公分，这就是架子的底边线。搭上水平尺，现在我们开始画孔。大家老问用的这个笔是什么笔，就是小孩画画的那种水彩笔，这个比较便宜。要在玻璃上开孔，我们找一个合适的开孔器。这个玻璃开孔器呢是14毫米的，看这个膨胀管都可以塞进去。玻璃开孔呢其实也没有那么恐怖，和我们打瓷砖一样的道理。不过干这种活呢还是要小心翼翼，别把玻璃给弄坏了。玻璃钻头打孔加水，1分钟左右，一个孔已经打好了。这个玻璃还是可以的，挺厚的，感觉有8毫米。玻璃的后面呢，它是一层锡纸，可能就是这个印花的纸吧。这个玻璃孔开大一点的好处呢，就是我们在打冲击钻的时候，钻头不会伤到这个玻璃周围。如果你打一样大的话，这个冲击钻可能就会把这个玻璃给震碎了。尤其是我们打孔的时候，比如墙体里面有钢筋，瞬间会卡住麻花钻头，这样呢很可能就会把玻璃给憋爆了。当然什么都不是那么绝对的，但是我们一定要保守的干活。最刺激的就是打孔的这个环节了，现在终于打完了。这边呢已经入住好多年了，所以我们干活的时候这个卫生呢要搞好一点。打孔的水啊泥啊全部都收集到这个袋子里。这个胀管呢就是电视架子带的，打的是10毫米的孔，然后我们这个玻璃孔呢打的是14的，看起来明显大很多。这样的话螺丝也不会在这个玻璃上受力。这是一个10毫米的套筒，拧这个螺丝刚刚好。我在我的包里呢找了几个皮垫子，这个垫子就是我们用的那个4分胶垫，用这个胶垫呢和这个玻璃面隔绝开了。它有一个缓冲的作用，这样可以防止损伤玻璃。当然我们在拧螺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这个力度，不要拧得太狠，拧到快差不多的时候可以上扳手，用手感觉那个力度。如果拧得太狠的话，这个玻璃可能会开裂。架子装好，我们测一下是否水平。现在把电视的腿儿给它拆掉，这个沙发比较软，就放到这上边。这个螺丝设计的有点意思，都不用螺丝刀。
那几年特别流行的这个曲面屏电视，好像这几年又少了，而且现在这么大的电视算小的。这种小的电视呢，我们一个人挂是完全可以操作的。左右两边各量一下，把这个电视取中。取中以后呢，这个电视下边有2颗螺丝要锁紧的，防止它脱落。斜45度拍摄呢，这个孔可以看到的。如果是平视的话，这个孔是被电视挡上的。远距离看的话，这个效果还是蛮不错的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位置，这就是当时安装插座，螺丝拧得太紧，把这个玻璃给拧爆了。然后在这里打了一个洞，它就不再开裂了。有谁知道为什么打一个孔，这个玻璃就不再裂了呢？好了，我们的活也干完了，收拾工具，准备撤退。大家觉得像这样的玻璃背景墙安装电视，它风险最大的环节应该是在哪里呢？